去山西看个古建筑，居然看到了天文镜，还看到了真实的骑木驴。我说的这个地方是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的临晋县衙。早先这边有2个县，分别叫临晋和伊势。在1954年，2个县被合并成为了临沂县，当初的临晋县衙则被单独保留了下来。这座县衙之内的大堂是中国现存最早的3座衙署大堂之一，另外2个是霍州署大堂和绛州署大堂。一个县衙能和2个州衙并列，其质量可想而知。如果从始建年代，也就是从元大德年间算起，它距今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，而且在历经火灾、水灾、地震之后，它仍然能被保存下来，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所以如今这边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晋南之旅的重要一站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目前我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的临晋县衙啊，一会儿咱们再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2024年5月自驾过去的，临晋县衙自带停车场，但是别人都停在路边，那好啊，他们停路边，我也停路边，这样有阴凉。毕竟5月的运城也是很晒很热的。我们在抵达入口前能看到一处4柱3门的棂星门，这当然不是县衙的门，而是旁边文庙的大门。待会儿看完县衙再来看它。正式进门之前，记得先看看导览图。然后我们来到临晋县衙的大门，此门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硬山顶，两侧还有8字影壁墙。大门的侧面还有一面用来击鼓鸣冤的大鼓。景区入口就在大鼓旁边，全价票30元，刷运城年票可以直接进。现在我们走进院子里，然后往左边看，这就是临晋狱，也是我本次旅途中的第一个看点。临晋狱就是县里的监狱，造型是一个4合院的造型，东西南北4面全是狱房，建筑年代推断为民国，其中有一部分被改造成博物馆了。院子的正中间摆放的是各种刑具，其中有木质的囚车，有木质的囚笼，有个涂了红油漆的砍头墩子，还有个没见过的木头架子，像是绞刑架。体验过的朋友们可以来证实一下。下面我们进入第一展厅，这里边讲的是监狱的历史。最早的监狱诞生于夏朝，是用荆棘做的。最早的刑法制定人是当时的大臣高陶，后来高陶被尊封为狱神，在临晋狱的狱神庙里就有他的供奉。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之后，监狱的制度也在逐渐完善，并在明清时逐渐成熟。另外，在晚清时期的列强殖民地上，还出现了外国人盖的监狱。下个部分是讲古代的刑法，古老时期通常会比较野蛮，到后世就文明了很多，不再有肉刑了。第二展厅里边展示的是历代的刑具，当然全都是图片了。这里提到了宋代大臣包拯的3口铡刀，不过这包拯的脸怎么这么白？后面的刑具中，滚钉板大家一定很熟悉了，他在徐锦江的某部电影里边出现过。再往后还有真实的骑木驴，这和徐锦江电影里演的不一样。后面介绍了水牢，这个待会儿有实物可看。下个部分是讲监狱的演变，早期就叫做狱，到了明代才有了监狱这个说法，而到了清末的半殖民地时期，列强的监狱制度被引入了中国，这是监狱近代化的一步。第3展厅里讲的是狱史勾陈，也就是真实案例，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文字狱，但有些案子比文字狱还冤。在雍正5年，黄河水突然变清，这在封建王朝可是大事儿。临近的孙知县因为没能及时奏报此事而获罪。那么是谁抢先奏报的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河南巡抚田文镜。这时候他还没升总督呢。开头说的田文镜之事就是在这儿看到的。如果孙知县再次碰到田文镜，不知道他和这位田大人该如何打招呼呢？在雍正年间，临近有个县令刘国从，征收钱粮时不管百姓死活，抓了好多人，然后引发了大规模逃狱，很多衙役被打死打伤。最后雍正派来了张廷玉，才算把事儿给平了。祸首刘国从则自缢身亡。下一个牢房里有一个没有水的水牢，水牢是一种酷刑，里边的水都是脏水，犯人被锁进去，身体很容易被泡肿泡烂，也不能坐下或者躺着睡觉，不然分分钟被水淹死。它下边的牌子写着拐卖儿童犯，如果罪犯证据确凿，而不是用大记忆恢复术定罪的话，那关进水牢倒是挺解恨的。然后我们来到关押过辛亥志士张世秀的牢房，他
他既是清朝的官员，也是同盟会的骨干。因为抨击山西巡抚滥杀无辜，所以他被关进了临近县衙监狱里，到1911年时才被解救出来。往后走就来到了死牢，这个门看起来有点震撼力，但里边没什么特殊的。后边的牢房里有标准的牢房配置，还有传统的牢房配置。那种用荆棘条子围起来的，就是刚才说过的最古老的牢。现在我们离开牢房，来到外边，就看到了一个小木头轿子，这大概率是当初县官所留下来的轿子。往后则是一个4柱3门的冲天式牌楼，这个牌楼叫做界石坊，正面写着公生明，可惜我忘了拍背面了，按说应该有连生威这3个字，这2句是明清官吏常用的座右铭。越过牌楼，我们就到了大堂区域，这2侧的配殿是6房，建筑看着很新，但仍然复原了历史的标准配置。6房就是吏户礼兵刑工这6房，对应朝廷的6部。我们逐一来细看。礼房除了管祭祀之外，还要主抓教育工作，其中就包括科举考试。礼房所做的科举类工作必须做得郑重其事，因为绝大多数人至死都混不上功名，科举对他们毫无意义，所以就得通过一些仪式感让他们觉得科举有意义，这样就不会去造反了。户房的职责就是管土地户籍以及统计人口，户字就是半扇门的形状，指的是一家人，每个人有一张吃饭的口，所以口就是人的数量，久而久之户口这词儿就用下来了。这个直接对应的就是钱粮的征收，这个部门的工作非常重要，如果钱粮跟不上，那什么工作都甭想开展了。吏房管的是官员的任免升降，展厅里实际展出的是吏部而不是吏房，可能觉得吏房太小了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但我们不要小瞧县衙里的吏。檀香刑里的人想在衙门当个弓箭手，都得找县官的情妇走后门才能当上，这个含金量可想而知了。兵房管的是招兵买马、练兵练武，刚才说的弓箭手就比普通兵丁的级别要高，等兵马练熟之后，就要向各处的兵营输送兵员，方便作战。那些大规模的远征部队就是由这大大小小的县一点一点凑起来的。后面的刑房里边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角色，像什么狱卒、刽子手、仵作、稳婆，这些人名气大，得益于郭德纲这些艺人的反复宣传，因为知名的案件很容易被民间艺人流传下来，只要提到案件，肯定就绕不开以上的那老几位。公房的职责可大了，干营造的活已经很辛苦了，此外还得管蚕桑织造、银两铸造、兵器制造、佛像打造，反正你就看吧，这一座县城里边，但凡沾上这个造字儿，基本上都是公房的活。现在我们来看这座元代县衙大堂，这是我们本次的核心看点。此殿面阔5间，屋顶为单檐雪山顶，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它这个檐柱特别粗壮，比内部的金柱要粗多了。仔细看中间的2根柱子，外侧都是带棱角的，这个叫做抱柱造。相传是元成宗铁木儿的皇叔在临近当知县的时候，从这儿立了2颗盘龙柱，后一任知县不敢用这样的柱子，干脆就用一圈方木把柱子给包成这样了。而檐柱上的檐额也是用一整根木头做的，这是典型的元代做法，综合到一起就显得建筑特别恢宏大气。县衙的正面挂着一块大唐的斗匾，这是一块新匾，老照片里并未出现过这块匾。而大唐斗匾背后的这朵铺座则用了大量的斜拱，其耍头上雕刻了云纹，造型也是舒展中不失精致。如果觉得这个看不清楚，就到建筑后边看，后边有一朵同款铺座，它下方的弧线型木头则是秦面甲昂，主要起到一个装饰作用。走进大堂内部，我们看到这座建筑是进深6船，其中最高的那根6船符在梁架中被藏得比较深。大堂的正中央是明镜高悬牌匾，下方复原的则是审案子的现场，上方是2个并坐的官员，分别为蒙古人达鲁花赤以及汉人谢隐，2人共同问事理政。而殿内2侧则是历朝历代清官的介绍，这就是古建筑景区的标配，也就是廉政展。现在我们从大堂后门出去，就来到了退思堂，取退而思过之意，它就是我们常说的2堂。这是衙门官驿的议事厅，建筑的始建年代不详，目前仅存民国时期的修缮记录。梁架风格是一眼明清，砖瓦暂时断代为2010年，因为我找到2010年的修缮招标文件了。反正建筑不以砖瓦断代，新点就新点吧。
现在我们走进退司堂，发现内部是临近历代县官的精选介绍，其中有声光电的高光介绍，也有普通的文字介绍。在声光电的海报后边，则是一块写着清正联名的牌匾。退司堂东侧的一排房屋里有一个主题展，其中提到了明清的官制，以及临近县历代县官的介绍，还有县令的工资。其中特别提到雍正年间加了养廉银，因为当时的官员工资低，如果不额外给钱，官员要么就得贪钱，要么就得找国库借钱，这样就比较容易起纠纷了。县官的职责不只是审案，还得管农桑、钱粮、赈灾和教育，那一个人干不来，得有一套班底，其中包括知县之下的县丞和书记，他们的官职品级要低一些，而下边六房的吏甚至连工资都没有，谋生怕是都成问题。退司堂西侧的一排房屋里，除了介绍一些临近级官员之外，还介绍了古代的官服，其中对清朝的介绍最详细。文官袍服上织的是禽，武将袍服上绣的是兽，穿上这身袍服，个个都是衣冠禽兽。一开始这个词是褒义词，后来被海量各吏弄成贬义词了。越过退司堂区域，我们就来到了三省堂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堂。这是知县的会客厅，建筑前边还出了一个面阔三间的廊。走进去之后，发现梁架结构比较简单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但脚下就不一样了，这边居然有一个老式的地暖。看了介绍发现，老地暖是直接烧火取暖的，而且有专门的烟囱把烟火排到外边去。两侧的小屋里，其中一边像是办公的书房，而另一边则像是卧房，而且还有一处展览显示，老慈禧在往西逃窜的时候，还曾经在这个县衙借宿过。从这边走出来，发现后边还有一座城堡式建筑，资料说它是瓮城，但航拍视角下，它看起来和常规的瓮城并不一样，所以姑且存疑。其外侧的墙名叫护牙墙，可以防御土匪的攻击，入口则是旋洞的形状，内部则是知县宅，也是民国期间重建的建筑，但里边的屋子目前都是不开放的。看完县衙区域之后，我们奔向另一侧的文庙。文庙的前边有一棵巨大的古树，树下则是熟悉的泮池，如果把水抽干了，应该能捞出不少硬币来。按说这个区域本该还有一座钟楼以及楼内的宋代大铁钟，但如今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下面我们来看文庙的主体建筑，这是一座面阔5间的大房子，其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正面有一个琉璃方胜，外侧隔扇门的窗户只用了简单的双胶四碗纹，下方则是捆门形浮雕。这座建筑始建于宋代，现在则断定为清代建筑，想来断代的依据便是殿内屋顶的清代题记了。走进文庙之后，能从正面看到2龙戏珠壁画，但不见诸位圣人的造像。殿内的墙上镶着康熙年间的至圣先师孔子赞，以及康熙年间的颜子赞碑，后者赞的是颜回。至于其余的与文庙相关的痕迹，几乎已经是荡然无存了。你在这座殿内还能看到一些垂花柱，这很明显是文庙圣人看位前的装饰。殿内的金柱有一些是比较细的，那是圣人看位前的柱子，太粗就喧宾夺主了。如果抬头看梁架，还能在3架梁、5架梁上看到一些昔日的彩绘，很难想象这座文庙当初会是何等的精美。但如今这边已经是人迹罕至了，县衙那边相当的热闹。我去的那天，至少遇到了2队的中小学生，他们的参观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县衙区域，文庙这边则始终很安静。这边除了我自己之外，就是在梁架之间飞来飞去的鸟了。主要是这边没有立起供人参拜的偶像，所以人们便忘了它的作用，忘了它的使命，忘了它的地位，最终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，变成了纯粹的历史标本。有些历史能在改头换面之后再度复活，有些历史只能当标本，还有些历史连当标本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们会被大家默契的遗忘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。历史传承就是这个样子，它会有意无意的逐渐变得残缺不全，所以那些流传下来的历史才是弥足珍贵的宝藏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